这个路口我们执行了啊，你接着跟。收到。喂，华主任，您说。杨处，鉴定结果显示，你上次拿过来那2份毛肌纤维混合提取物，均来自于男性。好的，我知道了。您说了呀？刹车失灵，激活到手动挡，往下降档，动不了，按电子手刹，没有用，强制熄火，按点火键，点火键，不管用，别慌，保持执行。别看了，走走。杨柱，事故初检完了，赵女士的车是因为刹车管漏油导致的刹车失灵，初步看人为破坏的可能性比较大。车我们先拉回去复查，然后给你送到修理厂修理。今天的事儿啊，你应该感谢杨柱，如果不是他，后果不堪设想。你的行驶证、驾驶本，我们先暂时扣留。你签个字，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电话随时保持畅通。谢谢啊，辛苦了。哎，应该的，杨柱，我们先撤了。哦，谢谢。送你回家吧。
陪我喝点酒。我没有规定，工作时间。现在是下班时间。你为什么会出现的那么及时？你在跟踪我，对不对？阳光，我为了你，几次违反公司的规定，甚至出卖了我的合作伙伴。桑德宝一是间谍。桑德鲍伊是间谍，但是我跟他合作的时候，我不知道。从连海回来，我的车刚去做过保养，为什么今天莫名其妙刹车就出现了问题？原因就只有一个，阳光，因为我帮你，所以有人要我死，然后你跟踪我，你怀疑我。如果我今天真的死在车里了，我连给你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我是不是永远我就背上这事儿了？对不起啊。你从来没相信过我。我现在可以相信你，因为我差点死了，所以你相信我了。想不想吃点东西啊？不太会做饭，凑合吃一口。挺好吃的，死里逃生，吃什么都挺香的。宝剑，之所以跟踪你，是因为我们发现，桑德鲍伊在天丽庄园别墅还有另外一个接应者。后来调取了监控录像，发现那个时候你也在连海。我在连海也有业务啊。那我出现在连海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无论你想在我身上获取什么，那都是白费功夫。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不起啊。你不要因为我在外企工作，就怀疑我对家乡的情感。无论我身处哪个国家，我始终都是中国人。你知道华人在外面受多少苦吗？我刚到国外的时候，公司该给的奖金，该有的晋升机会，无论我多努力，都轮不到我头上。那时候公司餐厅有一个服务员，每次给大家咖啡续杯的时候，直接就从我面前绕过去了。我第一次在国外过生日的时候，我想办一个生日 party 来联络公司同事的感情。
一个人都没来。但是我还是自己把蜡烛给吹了，因为我想许愿。我的愿望是，我的祖国变得强大，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强大。后来，我一步一步走到了高管，有了权利，那些人也开始对我笑了。我知道他们不是尊重我，他们尊重的是我身后的那份权利。所以立德要建大中华区的时候，我义无反顾的就回来了。是，我是在外企，但是这不妨碍我有一颗爱国的心。我会一直像过去那样，维护祖国的利益。谁想害我，我根本就不害怕，因为我知道我的背后是我的祖国。敬你。我闻到了一股味道，你怎么的又饿了？是花香。你没事吧？是生病了，还是累的呀？还是出幻觉了？我跟您这岁数的人，能聊天吗？这不关心你呢吗？我问你个问题，你说杨处智商会不会降低了？别乱说话啊！这车人呢，工作时候，你还能说处长的事儿吗？那杨处那是什么智商？那智商是在我们所有人之上的，要不能当处长吧？我在电影频道，你在法制频道。那你这说什么呢？云里雾里的，那呜。因为爱情。谁呀？他要有爱情，他这岁数，他怎么不能因为爱情呢？那赵雅宁长得多好看，外加这梨花带雨，哪个男人不心动呢？你心动吗？你们心不心动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心动了。你知不知道我们是有职业道德的啊？那赵雅宁那没准就是苦肉计，处长那是将计就计。你们大人太复杂了。你简单，你先把嘴闭上啊！你那嘴除了吃，你就是在这吐吐。你那嘴还能干点什么呀？你给嘴放个假吧啊，用耳朵听就行了。别说，别说话了，你相信爱情吗？我求你了，别再说话。交警那边初步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刹车油管断裂，导致刹车失灵，大概率应该是人为的。赵亚宁再怎么样，也不至于搭上自己一条命，来给咱们演这么一出戏。在我跟踪他的时候，接到了华主任的电话，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沙发上提取的毛细纤维混合物都属于男性。那其中一个是桑德，另外一个肯定不是赵亚宁了。或许真像赵亚宁说的那样，今天晚上这场意外是那个真正的漏网之鱼对他实施的打击报复。赵的疑点就都解除了。真的，我昨天晚上差点就死了。赵，这可是你自己制定的计划。是我制定的，但是我只是让他给我制造一点故障，造成一种别人要伤害我的感觉。他为什么要弄断我的刹车油管？这我不清楚，这件事情我会处理的。不过，你的冒险是值得的。是值得。我的反应太真实了，差一点就出大事儿了。
真的是个疯子。幸好没事。幸好阳光跟得紧。这件事情你必须要跟他说清楚，以后绝对不能再放任他这么胡来。我明白，你放心吧。昨天晚上，你和阳光有进展吗？有。当初他确实是怀疑我去接应了桑德鲍伊，但是现在应该是完全相信我了。顺着现在的方向，跟他成为朋友。如果能更进一步策反他，那是最好。我明白。阳光升级要职，他所掌握的情报和信息，哪怕只能让我们提前获悉一点，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尤其是对我们后面的计划。后面的计划你还没跟我说过。现在还没到知道的时候。你总是这么说，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有了新的得力员工，老员工就出局了？当然不是。你要知道，我们才是一个团队。但是我们必须避免桑德鲍伊犯过的错误，不能把计划瞬间铺成太大。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能力你是见识过的，过多的线头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追击角度和方向。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踏踏实实地跟踪好这次核电合作，先以公关商的身份进入，机会自然会出现。赵，你一定要相信我。当对的时机出现的时候，我会跟你讲清楚的。好，我相信你。现在怎么办呀？张局就给了我们3天时间，今天最后一天了，撤吧，别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眼下咱们的当务之急是找到那个对赵亚宁车动手脚的人，如果能够找到他，也许就能找到新的突破口。
喂，阳光，今晚有空吗？请你吃顿饭。吃饭啊？不用不用，咱俩之间真不用那么客气。救命之恩，请你吃顿饭很正常啊。这饭要是不吃，是不是不把我当朋友啊？没你说那么严重吧？忙完就过来吧，我在家等你。不是今天，挂了。脸红了呢。我发现你们俩这经过昨天一晚，你们这关系突飞猛进呐！你少跟这胡说八道啊！谣言止于智者。我也没说什么呀，哥哥。再说，我觉得吧，赵亚宁跟咱们这案子多多少少是有关系的。你去这，是工作呀，啊！再有呢，最近这么累，吃个饭很正常嘛，放松一下。去吧去吧，我不说。去什么呀去？晚上还得扫监控。不差这一晚上，这不还有我呢吗？去吧去吧。好久没做饭了，手有点生。三分熟，我不知道你习不习惯。我平时吃西餐吃的少，也没养成什么习惯。那你尝尝，如果不习惯，我再去煎一下。好。可以。朋友之间可别将就啊。那再帮我煎一下吧。非常美味。哦，对，第一次正式来你家做客，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所以就挑了一个相对安全、家里面都能用的。我很喜欢，谢谢啊。谢谢你，今天晚上准备了这么美味的晚餐。朋友之间不需要那么客气。你让我稍微缓一缓啊，其实还有点没有转过这个弯来。咱俩是怎么从昨天晚上那样的一个状态，变成今天朋友的状态了？你能帮我稍微捋捋吗？你结婚了吗？没有。有女朋友吗？有过。那你还不了解女人？洗耳恭听。男人认为成为朋友需要一个原因，女人认为成为朋友只需要一个 moment。OK。你现在接受我们成为朋友了吗？可以。一般女人不喜欢这样的回答。希望你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谢谢啊，再次感谢今天晚上美味的晚餐。那个，改天我请你。到你家，你做给我吃。算了吧，我煮个泡面都煮得稀烂了。那你平时从来都不会约朋友到你家里去吃饭吗？不会。职业习惯，还是洁癖？是白天见了一天了，下班实在不想再见他们了。所以，那你的朋友就都是你一些同事？基本上吧。其实我们社交的圈子挺窄的。怎么会呢？你工作当中应该也经常接触到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啊。那些都是调查对象，他们倒是想跟我做朋友的。其他场合认识的，一般人家知道我们的工作之后，就选择客气的敬而远之了，能理解。所以也从来没有人把你邀请到家里来给你亲自下厨。
记不清了。你呢？经常会在家里面做饭，请朋友过来吃吗？也没有，只有你和 James。James 是你公司的老板，也是我干这行的领路人。哪行？公关。了解。所以你们两个人是在国外认识的？我刚到国外的时候，先是进了一家咨询公司，大概4、5年的时候做到了总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 James。那又是什么时候回的延平呢？我在国外的立德总部大概待了有5、6年。立德建立大中华区到延平3、4年。那这么说来的话，你在国外在立德还待了蛮长时间的，怎么样？还喜欢国外吗？你小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吗？北京人在纽约。对，里面有句话，说是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把他送去纽约，因为那儿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也把他送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对你而言呢，是天堂还是地狱？盘问可以结束了吗？我这怎么是盘问呢？这不是闲聊天吗？找话题。要不然你问我也行。我对你没有任何好奇。OK。我逗你呢。你能跟我说的也都说了，不能说的，我问你，你也不会说，对吗？也对。对了，我听说新开了一家餐厅，菜品很不错。明天中午有时间吗？陪我去试试菜。又吃啊？我怎么觉得这段时间，咱俩好像净吃饭了？要不然下周吧，行吗？民以食为天，在哪儿吃不是吃啊？我午休只有1个小时。够了。OK。停，从头再放一遍。停。就是他。当时他跑进了一个黑暗的角落，我就没接着往下追。接着放吧。停。车牌号为燕 NZ9082。向教管部门申请权限，给我查他，找出他的落脚地。明白。谢谢啊。哎，杨处，杨处，陆先生，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向总，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不好意思啊，我昨天跟你约的时候我忘了，我之前跟向总还有欧先生约的也是今天中午。取消你们谁我也得罪不起，我就想反正大家都是熟人，良好便宜好，我就把大家凑一块儿了。挺好，挺好的。那咱们人齐了，请大家入座。哎，好。行。
笑什么呀？今天这顿饭，故意把我们凑到一块儿的吧？可以吗？可以吗？饭都吃完了，你现在问我可以吗？大家都是朋友嘛，是不是？是。其实中午这顿饭，我也没帮上你什么忙。那可不是啊，要是没有你的证明，我们连递交文件的机会都没有。我得好好谢谢你。别啊，别再请我吃饭了啊！这2天跟你一块儿吃了这么多东西，到现在都消化不了。不行，这顿感谢饭我必须得请。那咱缓2天行吗？缓2天。说好了啊，缓2天。缓2天。OK。怎么样？找到落脚点了吗？嫌疑车辆离开南华街后，右转上了北清路，可是从3环桥下桥后就看不到了。看不到了啊？桥下有没有停车场？没有停车场。我查过桥下1公里内所有的探头，都没有发现这辆车出现的踪迹，所以我断定这辆车就停在了这个范围内的某个地方。你们俩在这接着查，咱们仨过去看一趟。啊，颜色型号都对上了，哟，车牌还没了，后边也没车牌，查一下吧。好，注意安全啊！明白，杨叔。什么都没有啊，挺干净啊。刹车和油门的踏板上面连个脚印都没有，后备箱什么也没有。这车肯定是专业处理过才能这么干净，100%有问题，就它了。喂，马甲，我们在高架桥底下搜了一圈，只发现了一辆白色本田轿车，但车牌已经被人摘走了，内饰被刻意的清理过。你给我仔细的查，高架桥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把这人给我逮出来。通知刘伟健，叫他们物证科带着东西，全面检查。明白，杨处。专业手法，这车全车都用利达德气胶水涂抹过，查不到一点痕迹。而且这车本身公里数很大，很久没开了。看那个发动机的状态，应该就是这几天才启用的，就是专门为了办这件事儿才开的，是吧？没错，又是个硬茬子。12点多了，辛苦一天了，赶紧回去休息。没事儿。姐，华泽集团同意跟我们合作了。向太生刚通知我进行对接。赵，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做到。阳光确实也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就是它的价值。这是个好机会，你可以主动一点。你的意思是？开始给他实际的诱惑。怎么样，地道吗？烤鸭不错。怎么想起来带我来这儿吃了？
跟你风格完全不一样。我当时回国的时候，第一餐吃的就是他们家。在国外待那么多年，我以为我已经适应西餐了，说到底呀，还是中国味。其实，我不太爱吃牛排。每一次出差啊，时间一长，也最想这一口好鸭，改不了。哎，我知道你下午还有事儿啊，我就以茶代酒，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华泽已经正式跟我们对接了，我得好好谢谢你。那我得好好恭喜你啊，恭喜！来，咱以后就别这么客气了啊，都说了是朋友。我看你最近啊，状态恢复的不错，而且我觉得最近你对我没以前那么高冷了，也变得平易近人了，也自在轻松了很多，挺好。那是因为我真的把你当朋友了，在朋友面前，谁想老拿着劲儿？那我请求你一直保持下去，行吗？行。咱以后就别这么客气了啊，都说了是朋友。我看你最近啊，状态恢复的不错，而且我觉得最近你对我没以前那么高冷了，也变得平易近人了，也自在轻松了很多，挺好。那是因为我真的把你当朋友了，在朋友面前，谁想老拿着劲儿？那我请求你一直保持下去，行吗？行。谢谢。不好意思啊，我得先走一步。今天公司的法务去华泽那儿对合同，我得回去先盯着点儿。行，没问题，你走。好。哎，烤鸭要不要打包？要不你带回去啊？行。账我已经结过了。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呀？说好了我要谢谢你的。那下次。好，拜拜。拜拜。服务员，打包。好嘞。哎，你回来一下吧，你有一个牛皮纸口袋落在餐厅了。那不是我的，是你的。我的？你打开看看。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你第一笔公关费用，是你应得的。你还是回来一趟吧，行吗？好了，回头见。嗨，你怎么来了？白天去公司怕你不方便，就在这儿等你回来，把东西还你。干什么呀？我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这就是你应得的。我有纪律。行了，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身份，也知道你是一个正直的人。那在我们公关行业里面，最有含金量的就是人际关系啊。对于我来说，这就是行规；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份应得的报酬，仅此而已。哎呀，饭可以吃，钱肯定不能收。怎么的？这年头还有人见钱不要啊？啊？钱是好东西，谁都想要，但是不该要的，我也不能要。你不是说了吗？咱俩是朋友，是朋友，就别为难朋友。走了。阳光。来，哪里提啊？喂，阳光同志你好，
是延平市国家安全局纪检组赵培志。啊，你好。有个事情要当面跟你核实一下，请你今天下午2点来趟我们办公室。好的。那下午见。下午见。进。阳光。哦，杨叔啊。哎，坐。好。开门见山，我是延平市国家安全局纪检组组长刘向军，这是我们的纪检员赵培志同志。二位好。今天请你过来啊，就是有些事情想当面跟你核实一下。什么事儿？是这样，你呢只需逐个的、实事求是的、如实回答我的问题就好。没问题。开始。好。6月14号的中午，你在哪儿？那天中午，我在和朋友一块吃饭。跟谁？立德公关公司的副总裁赵亚宁女士。她给了你什么？现金。多少？目测大概2万美元。用什么装的？就用了一个普通的牛皮纸袋。是这个吧？是。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你吧？是我。是这样，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你刚才说的那个赵亚宁，脱口而出啊，看来挺熟。他为什么要给你钱？他说这笔钱是公关公司的筹械费用。那你替他，或者是为他，做了什么了呢？立德公关公司希望和华泽集团建立合作。赵亚宁希望我可以为他证明，立德公关公司和莫斯商贸集团的案件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有一天中午，他在没有提前告知我的情况下，约了我和华泽集团的向总欧先生一块吃饭。在饭桌上，我也是简单的只复述了一下已经公开的案情，其他多一个字我都没说。事后他说他要感谢我，就有了这2万美金的事情。赵亚宁说，这是公关行业的行规，要我务必收下。所以你承认收了这2万美金？没有，我当天就把钱给他退回去了。证据呢？可以用手机吗？行了，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身份，也知道你是一个正直的人。那在我们公关行业里面，最有含金量的就是人际关系啊。对于我来说，这就是行规；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份应得的报酬，仅此而已。饭可以吃，钱肯定不能少。怎么的？把这份录音留送。不要啊啊！哦，另外还有啊，我把钱退还给赵亚宁的全过程，我车上面的行车记录仪全都有视频记录。我可以随时提供给你们。好。这样，除了这2万美金的现金，你还收过别的什么费用吗？没有。真没有？真没有。这个你怎么解释？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你先看，上边这个银行账号是你本人的吧？是我本人的。
但是这张银行卡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用过了。这是立德集团从海外向你银行卡转的钱，总共是2万美金，约合15万人民币。不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那就是说，你对立德集团给你转钱这件事儿，你毫不知情是吧？我当然毫不知情。张小宁给我拿来现金，我当天就给他退回去了，而且我留了音频、视频的证据。我已经做得很小心了。但是网上转账这种事情，只要他们能拿到我的银行卡号，只需要一台电脑，1分钟的时间，不需要征得我的同意，他们就可以完成。那我防不胜防。而且这么低级的错误，我进入国家安全部门工作已经多少年了？2万美金，您觉得我会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儿吗？别激动，别激动。是这样，站在个人的角度上呢，我是相信你的，但事出必有因呐。我们纪检部门是有铁律的，不管谁犯了错，或者是有违规行为，我们是要彻查的。还是那句老话，不冤枉一个好人，但是也不放过一个坏人。明白。突发事件，15分钟之前刚得到的消息。首城那边更换了运营商，受孙大人事件的影响，现在首城电力公司被爆出集体贪腐，首城电力部已经把核电项目的实际运营放到了泰宇集团手里。总裁是姚有志的泰宇集团。我第一时间通知了华泽集团，但是向太生跟我说，泰宇集团已经直接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姚有志的态度很坚决，绝对不同意我们作为公关商。真该死，怎么选择了他们？当年那个项目，我们让姚有志损失了3个亿，他不会再和我们合作的。我知道那个项目，我们的大老板很开心，但是我听说姚有志杀了你的亲队友。你更了解他，你觉得还有公关的可能吗？他顽固的像头骡子，按我对他的了解，他很可能会威胁华泽跟我们解除公关协议。华泽集团这时候应该不愿意更换公关商，我们已经开始走合同流程了。现在叫停对他们来说付出的时间成本太高了，必须想想办法。好，我先去联系一下首城那边的关系，问问情况。喂，你在哪儿？我在公司。你等我，我马上到。您好，请问您找谁？赵亚宁在吗？哦，请问您有预约吗？没有，人在吗？哦，好的，请稍等。赵总，前台有位男士找您。好的，请稍等。谢谢啊。什么事儿这么着急？要在这儿聊吗？跟我来。我告诉你了，钱我不能收，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为什么还要往我的卡里转钱？
你是怎么得到我的账户信息的？那天你去前台结账的时候，钱包就放在桌子上，里面有几张卡，我就把卡号记下来。为什么要这么做？在公关行业里面就没有白帮忙这一说，这只是我向你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你又不收现金，我最后就打你卡里了。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跟你说了，你又给我退回来，实在不想那么麻烦了。不想麻烦。我现在被纪检部门调查，是因为我吗？对不起，我确实不知道我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照片是谁拍的呀？什么照片？就我在餐厅门口啊，我在那里看钱的照片，今天出现在我们纪检部门的办公桌上，我是被人举报的。是你找人拍的吗？怎么会是我找人拍的？你怎么会这么想？在这件事情里面，你帮了我很大的忙，我感谢你还来不及，我为什么要害你呢？你还不相信我是吗？原来在你心里我就是这样的人。OK， 你现在就把钱退回来，我去给你单位领导写一封说明信，我说清楚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我最后还你一个清白，可以了吧？你不要像盯犯人一样的盯着我，我不是你的犯人。我正在处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明天一早我还要去首城，我也不想再跟你理论下去了。但是有一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对你，我问心无愧。你的男孩生气了？是你安排的人偷拍他，然后把照片寄到他领导那儿的吧？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放心，我是在帮你。你在帮我？你安排人偷拍他，你是不是起码跟我说一声？你现在让我很被动。别生气，我要早告诉你，你哪有这么真实的反应啊？我是希望阳光和延平市国家安全局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缝，这是我离间他的第一步。你离间他的第一步，就已经把我刚跟他建立的好感给摧毁了。你说的太严重了，反正照片又不是你拍的，他冷静下来就不会生气了。而且你们俩现在的关系很好啊，你给他送钱这件事儿，不管是否违背了他的原则，都表达了你的一片好心。所以啊，不管他现在怎么样，最终一定会原谅你的。而延平市国家安全局在他心中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人情味儿的单位。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第二步，渐渐地软化它，甚至以后还可以有第三步，操办它。别再生气了，现在让我们挠头的不是这件事儿，而是守城方面。偷拍？不，这也太无耻了吧！他怎么能把你往火坑里推呢？他到底安的什么心啊？消消气儿，别这么大事儿。这事儿应该跟他没关系。你怎么知道跟他没关系？我刚刚去他公司找他了，当面质问了他。从他的反应，我判断他应该并不知情。哎呦，你不得，他能跟你说吗？啊！再有，你们吃饭除了他还有谁知道？赵亚宁通过立德公司的账户，给我的卡上转了那么大一笔钱，他的老板詹姆斯不可能不知情。如果这件事情跟赵亚宁没关系，那詹姆斯就脱不开干系。偷拍
加举报，这背后一定有事情。行了，你这老有的说你。兄弟，帮我忙呗，帮我查一下偷拍我的人是谁，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知道了。明天一早我还要去首城，我也不想再跟你理论下去了。但是有一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对你，我问心无愧。哎，送你啊！是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啊？这么一大早就赶着去首城？首城电力公司高层贪腐的事情发酵了，孙大人被带走调查。这你应该也都知道。现在首城电力部把核电合作交到了泰宇集团手里。但是立德跟泰宇集团的总裁姚有志之前有过过节，所以我得去处理一下。你过去要怎么处理啊？谈判呗。这行，这是你强项。一个人去啊？不是，我还有俩同事，他们在忙别的 case， 忙完了从土耳其过去，我们在首城碰头。了解。又审我是吧？不是，我没话找话。昨天我确实说话重了点儿，而且冲动了点儿，在这正式给你道个歉。我接受你的道歉。其实我只是希望你别误会我的初衷。不误会。那你单位的事情到底怎么处理？需不需要我去给你上单位澄清一下？如果你需要，我从首城一回来就能去啊。不用，我相信组织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也算是和我有点关系。我也正式跟你道个歉。那咱俩算扯平了呗？这事儿翻篇行吗？翻。一会儿一路平安啊！谢谢啊。等你回来，我请你吃饭。七险组找你了。昨天找到过。他们也找我了，向我了解你的情况。这件事一定档案稳当。你说，这些照片是谁偷拍的？一定是立德的。我觉得，这是他们打了一套组合拳，先送上一笔公关费向你示好，紧接着，在下边给你一鞭子，挑拨你和局里的关系，让你的心理天平向立德倾斜。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你作为一个国安人员，什么人才想策反你？立德
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细思极恐啊！近期首城电力部要在首城召开能源洽谈会议，立德集团削尖了脑袋想参加，但是最终没有获得与会资格。可是他们并没有放弃，还在积极的争取。今天早上，我送张亚宁去机场，在路上他向我透露，由于首城电力的集体贪腐，所以首城高层把核电合作的项目转交给了太宇集团。他之所以这么着急赶着去首城，就是为了拿下太宇集团的合约。华泽的合约拿下，又想拿太宇集团的，就是非要钻进这次核电合作的项目当中去。这不得不让人非常怀疑他们的真实动机。在过来的路上，我把最近发生的事情仔细地梳理了一下，从刘丽静接近杨友良，到江城事件，到孙先生遇害，这些我们都已经查清楚了，是莫斯商贸集团所为。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窃取我国第4代核电技术。立德集团作为莫斯商贸集团的公关商，盘根错节，若隐若现地出现在了几乎每一起案件当中。先是江城事件，赵亚宁当时就在案发现场，而且出现在了谢会长的医院。孙先生遇害的时候，他正好也在国家会议中心。莫斯商贸集团和首城电力的谈判，他更是全程参与。桑德鲍伊被捕当天，他又离奇地出现在了连海。后来向太生接管了华泽，本来是拒绝与立德合作的。立德为了能拿下华泽集团，让赵亚宁找我这么身份特殊的人帮忙，事后又以公关费为名，公然向我行贿。我把钱退回去之后，单位就收到了举报信。以上这一切，您觉得是一个正常的公关公司该有的行为吗？显然不是。按照您的逻辑，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假设立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那是不是上面这一切就全都合理了？所以，我这次找你来，是想派你去一趟首城。这次首城能源洽谈会议，中方会有重要的领导参加。我想派你以安保小组组长的身份出席会议，负责中方的安保。到时候，立德的人就一定会发现你的存在，也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接触。这是一次跟他们近距离有实质性接触的绝佳机会。明白。但是切记，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主动接近别人，这样很容易暴露。风浪可能很大，但是要耐心的等鱼上钩。是。赵总，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赵总依旧是那么的美啊。太宇集团那边联系的怎么样？姚有志答应见面了吗？说是最近呢要参加一个首城能源会议，期间谢谢打扰，会后再约。姚有志会不会是拿首城能源会议在敷衍我们呢？你之前是跟谁约的？姚有志秘书啊。他们跟你说会议结束之后再约，但是也没有跟你说一定能约上。对呀，他是秘书嘞，只能这样，他不能做主的啦。
这太不保险了。这么耗下去，我们可等不起。还是得想办法争取跟姚有志本人直接约。人都见不到了，你怎么跟他直接约嘞？哎，我这儿得到了一个消息，后天首城电力部会在广福宫酒店举办首城能源会议的欢迎晚宴，姚有志也会去参加。那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接近他呢？和他约一下？可以试试看。师傅，看着位置应该是在那儿啊。你去联谊物业，把杨冲那天吃饭的时候，这周边几条街的监控全部拷贝下来，要周边几条街的啊。明白。来，给你吃。哎呀，不吃了，这段翻译我今天一定要干完的。你先忙你的吧，亲爱的。行，你好好工作。嗯。我不打扰你了。喂，先生，有什么事情可以帮你？他们去了我给阳光拍照的地方，已经盯上了我。最近不能继续行动，危险系数太高了。好，安全第一。暂时我们不要再透过电话联系，有更安全的联络方式吗？光彩游戏 APP。我的 IP 是491267，游戏里发加密信息。好，收到。看，就这个人。下一个探头。下一个探头。怎么这么多外卖员啊？这里面是一个骑手驿站，这个门洞我侦查过，里面是个死胡同，所以这个洞口是唯一的出口。这个嫌疑人一定会从这儿出来的。不对呀，人怎么没出来啊？哎，停一下。哎，子薇，你给回到他进这个胡同那个点。停，要放大他的脚。
截个图哈，从这个点继续往后看。行，就这个人，把这人脚放大。看吧，这就是同一个人，为了躲避监控探头，换了身衣服，够狡猾的。往后继续放，看他去哪儿。人呢？还有探头吗？这是最后一个了。那我们就以这个十字路口为中心点，查周边所有的监控探头，一定要把它找出来。好。还有啊，你们觉不觉得这个人的体态特征和当时破坏赵亚宁刹车油管的那个人很像？哎，整个酒店都是包场哦，保安很多嘞，到处都是啊，连苍蝇想飞进去都要安检哦。要有车出来了，我们要想什么办法才可以接触上呢？Glad to see you. Welcome. 哎，好像是来领导哦，中国来守城的嘞。哎呀，姚有志拍马屁的鬼样子哦，看着恶心的。喂，赵总，什么指示啊？你在哪儿呢？我在守城。你来守城了？你可真行啊！知道我在这儿也不跟我说一声。我这是公务，你理解的。你怎么样？那个国际谈判进行的都还顺利吗？别提了，面儿都还没见着呢。谁呀？谁这么大胆的？敢怠慢赵总？还能有谁？我之前跟你提到过的，泰宇集团的姚有志，说是要等参加完能源会议之后再跟我约。哦。你不会就是来执行这个会议的任务吧？那你肯定在现场看到他了。好了，我不难为你了，杨处。那你先忙着，我们这几天保持联络。好嘞，一切顺利啊！拜。这听说你们跟姚有志
没有约上。之前说的是等他参加完守城能源会议之后再约，但我们担心他就是在敷衍我们。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会很被动。毕竟当年我让他受了那么大的窝囊气，好不容易我们撞到他枪口上，他一定会百般刁难，能理解。不过你们还是要耐心等等。能源会议3天后不就结束了吗？自然就会见分晓。我相信他一定会见你们。但愿吧。那就这样。对了，还有一件事情，阳光来守城了。阳光去守城了？是奔你去的？不是，他应该是来执行这次能源会议中方领导的安保任务。这么巧，你看见他了？我在一个活动现场远远地看到他了。那你们见面了？没有，我跟他只是通过一个电话。他去守城没跟你说吗？他工作上的事情一直不怎么跟我说。赵，他身份特殊，还是小心为好。我会小心的。不过，如果他在守城真有公干，那对我们来说是天赐良机啊！你一定要抓住。在国外的新环境是感情增温的绝佳时机，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在守城啊多待几天。他是来公干的，一般不可能多停留吧？事在人为嘛，一切都在变化当中，你可以的。好，我试试看。Hello 啊，还在守城吗？还在呢。会议今天就结束了，你是不是就自由了？还有一点收尾的工作，做完之后就可以回延平了。就不考虑在守城多待几天吗？哎，回去还有一堆事儿等着呢。再说，我们也没有那么容易请假，得向领导请示，单位批准才行。